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几乎每个家庭都绕不开的话题，也是咱们长辈们口口相传、深信不疑的一个养生常识。您先回想一下，在您的生活里，是不是经常碰到下面这几个特别熟悉的场景？第一个场景，女同志每个月那几天不太舒服，肚子疼，脸色发白的时候，男朋友或者老公，哪怕是个平时不进厨房的糙汉子，也会赶紧去厨房熬上一锅红糖红枣水，端到你床前，心疼地说：快趁热喝，多喝点红枣水，补补血，气色就好了。再比如，家里媳妇儿生了宝宝，坐月子的时候，婆婆或者亲妈每天变着花样的炖汤，什么红枣炖鸡汤、红枣桂圆银耳羹，一顿不落，理由也是同一个：生孩子亏了气血，得多吃红枣把血补回来。第二个场景，咱们看看身边的中老年朋友，很多人现在养生意识特别强，出门溜达，去公园锻炼，手里必定端着一个保温杯。您要是凑近了看看那杯子里泡的啥，十有八九，除了枸杞，就是几颗胖乎乎的红枣。大家觉得每天这么泡水喝，能补气养血，让自己一天都精神抖擞。第三个场景，咱们去医院探望生病的亲戚朋友，或者逢年过节走亲访友。您去超市或者水果店挑礼物，那些包装精美的果篮里，或者那些高档的礼盒里，绝对少不了红枣的身影。在大家的潜意识里，红枣就是健康的代名词，就是看望病人、祝愿早日康复的标配。您看，不管是生理期、坐月子，还是日常养生探病送礼，红枣都扮演着补血圣品的绝对主角。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以形补形，以色补色。因为红枣是红色的，切开里面也是红褐色的，熬出来的汤也是红彤彤的，所以老一辈人就自然而然地认为吃红色的东西就能补咱们身体里红色的血液。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几乎成了咱们的一种文化本能。但是今天咱们得静下心来，好好地问自己几个直击灵魂的问题：红枣它真的能补血吗？咱们吃下去的红枣真的能变成血管里流淌的血液吗？如果一个人真的贫血了，靠每天吃几把红枣，真的能把指标救回来吗？那些喝了红枣水觉得气色变好的人，到底是红枣在发挥作用，还是另有隐情科学？严谨、真正对身体有益的补血方式究竟是什么？今天咱们就扒开红枣红色的外衣，用现代营养学和医学的硬核数据，把这事儿给您彻彻底底的掰扯清楚。好，咱们直接进入最核心的环节，用数据来打破迷思。首先，咱们得把概念厘清。老百姓嘴里说的补血和现代医学里说的纠正贫血，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一回事儿。中医讲的气血是一个非常宏观综合的概念，包含了人体的能量、精神状态、脏腑功能等等。而西医和现代营养学讲的血是非常具体的，主要看血液里的红细胞数量和血红蛋白浓度。咱们今天说的补血，主要指的是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补铁，也就是预防和改善缺铁性贫血。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的贫血都是缺铁性贫血。铁是合成血红蛋白不可或缺的原材料，没有铁，血红蛋白就造不出来，血液就失去了携带氧气的能力。弄明白了这一点，咱们再来看看红枣里的铁含量。很多养生文章会告诉你，红枣含有丰富的铁元素，这话对吗？单看绝对数值，干红枣的铁含量大约是每100克2到4毫克。乍一听好像确实不少，但是咱们评价一种食物能不能补铁，绝对不能只看它含多少铁，还得找个参照物来比一比。咱们来看看真正的补铁大户是谁。猪肝每100克含铁量高达22毫克以上，鸭血每100克含铁量在30毫克以上，哪怕是咱们平时吃的瘦猪肉、瘦牛肉，每100克的铁含量也有3毫克左右。您看，红枣的铁含量只有动物肝脏和动物血的1/10甚至几1/10。从绝对含量上来说，红枣在真正的补铁食物面前简直是个弟弟。如果您觉得含量低点就低点，我多吃点不就行了吗？每天吃半斤红枣不也能凑够铁吗？朋友，这就是红枣不能补血的第二个，也是最致命的原因，吸收率极低。咱们把食物里的铁分为2大类，
一类叫血红素铁，主要存在于动物性食物中，比如红肉、动物肝脏、动物血；另一类叫非血红素铁，主要存在于植物性食物中，比如红枣、菠菜、木耳。这两类铁在咱们人体内的待遇那可是天壤之别。血红素铁它的分子结构和咱们人体血红蛋白里的铁结构非常相似。咱们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你拿着自家大门的钥匙去开门，咔嗒一下，门就开了，吸收的非常顺畅。血红素铁在人体的吸收率可以高达20%到30%，而且它非常霸道，不容易受到肠道里其他食物的干扰。而非血红素铁呢，也就是红枣里的铁，它进入咱们肠道后，必须先在胃酸和还原剂的作用下，从3价铁转化成2价铁，才能被肠黏膜吸收。这就好比你拿着一把生锈的不匹配的钥匙去开门，还得找个开锁匠来帮忙捣鼓半天，最后能不能打开还得看运气。非血红素铁的吸收率通常只有3%到5%，甚至更低。更惨的是，它还特别娇气，极易受到肠道里其他物质的干扰，比如食物里的植酸、草酸、膳食纤维都会和它结合，形成不溶性的沉淀，直接把它锁死在肠道里，最后跟着粪便排出体外。而红枣本身恰恰就是富含膳食纤维和植酸的食物，这就意味着红枣自己里的成分就在阻碍自己铁的吸收。咱们来算一笔最直观的账，假设您吃下100克干红枣，大概有10几20克，里面含有大概3毫克的铁，按照5%的极高吸收率来算，您真正能吸收到身体里的铁只有0.15毫克。而您如果吃下100克猪肝，大概也就几片，含有22毫克的铁，按照25%的吸收率算，您能吸收5.5毫克的铁。看明白了吗？吃1斤红枣补进去的铁，还不如吃2口猪肝多。而且吃1斤红枣，你的胃可能已经撑得难受了，吃2口猪肝却轻而易举。这时候肯定有朋友要反驳了，说你刚才说的是普通的干红枣，我吃的可是新疆的若羌灰枣、和田玉枣，或者是那种特别贵的金丝小枣，这些名贵品种是不是补铁效果更好？还有人说，我不吃干红枣，我吃新鲜的冬枣或者那种加工过的香酥脆枣是不是就行了？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统一的结论，在补铁这件事上，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品种的红枣全军覆没。不管你是产自新疆、陕西还是河北，不管你是灰枣、菌枣还是金丝枣，只要是植物，它里面含有的就都是非血红素铁，吸收率低的本质改变不了。至于鲜枣，因为水分含量大，同等重量下的铁含量比干枣还要低得多。而那种吃起来嘎嘣脆的香酥脆枣虽然好吃，但那是经过油炸或者高温烘烤的，里面的脂肪和糖分直接爆表，铁没补上，倒是先吃进去一堆油脂和热量。所以别再为了补铁去花高价追求什么特级红枣了，在铁元素面前它们都是一样的。好，说完了这些硬核的数据，咱们再来聊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这也是很多人心里最大的疑惑。既然科学数据把红枣补血这事儿锤得死死的，那为什么我在生理期喝了红枣水，或者我连着吃了1个月的红枣，我明明感觉头晕减轻了，脸色也红润了，整个人感觉挺好？难道这都是我的心理作用吗？其实这不完全是心理作用，而是有其他科学原因在暗中帮忙。咱们来拆解一下，你吃红枣感觉有效的错觉到底是怎么来的？第一个原因，也是最直接的原因，糖分和热量带来的能量补充。大家可能不知道，干红枣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糖罐子。干红枣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高达70%到80%，其中大部分是极易吸收的葡萄糖和果糖。当你头晕乏力、气血虚弱的时候，喝下一碗热腾腾的红枣水，或者吃下几颗红枣，大量的糖分迅速进入血液，你的血糖水平瞬间拉升，身体立刻获得了充足的能量。能量够了，大脑不缺氧了，人自然就觉得有精神了。同时，糖分代谢会产生热量，加上热水的温度，促进了面部的血液循环，你的脸颊自然会泛起红晕。所以，让你气色变好的是红枣里的糖，而不是红枣里的血。你喝一碗浓糖水，
或者吃2块巧克力，效果其实是一样的。第二个原因，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解释，中医认为红枣性温味甘，归脾胃经，最大的功效是补中益气、养血安神。注意，中医强调的是健脾益胃，咱们的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红枣通过温和的滋养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功能变好了，你吃进去的肉类、蛋类、蔬菜能被身体更好的消化吸收了，身体整体的营养状况改善了，气色当然会好。也就是说，红枣是通过迂回调理的方式，帮你打好脾胃这个地基，让你更好的吸收其他食物里的营养，而不是它自己直接变成了血液。第三个原因就是咱们常说的安慰剂效应。当你深信红枣能补血，并且在吃的时候带着一种我在调理身体的积极心理暗示时，你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都会做出正向的反馈。这种心理上的愉悦和放松确实能减轻疲劳感，让你觉得好多了。所以咱们绝对不能因为红枣不能直接补铁，就把它一棍子打死，说它是没用的废品。红枣有它自己非常优秀的、不可替代的营养价值，只是它的定位不是补血主力，而是日常辅助。咱们来看看红枣真正的高光时刻。首先，它是极佳的天然甜味剂，在煮粥、炖汤、做糕点的时候，放几颗红枣，就能利用它天然的果香和甜味，大大减少甚至替代添加糖的使用。这对于控制精制糖摄入非常有好处。其次，红枣富含膳食纤维，尤其是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对于促进肠道蠕动、缓解便秘有一定的帮助。再者，红枣里的钾元素含量很丰富，高钾低钠的特性对于需要控制血压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此外，红枣还含有环磷酸腺苷、黄酮类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对清除体内自由基、保护细胞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朋友们，任何好东西都讲究一个过犹不及。红枣虽然好，但如果吃法不对，或者吃的太多，不仅不能养生，反而会变成伤害身体的甜蜜陷阱。这里必须给中老年朋友以及有代谢问题的朋友提个醒。第一，红枣的升糖指数并不低，尤其是煮烂的红枣或者红枣水，糖分极易吸收，会导致血糖快速飙升。糖尿病人或者血糖偏高的人一定要严格控制，最好不吃，或者在血糖平稳时极少量尝个味道。第二，红枣皮薄但纤维粗糙，吃多了特别容易刺激胃黏膜，引起胃酸分泌过多，导致反酸、烧心、腹胀、胃肠功能弱。有胃溃疡的朋友吃多了纯属给自己找罪受。第三，热量问题。100克干红枣的热量大概有300千卡左右，相当于1碗半米饭。你如果每天边看电视边吃红枣，不知不觉吃下去半斤，那热量直接超标，长胖是迟早的事儿。所以吃红枣一定要适量，每天吃个3到5颗，解解馋，调调味儿，足够了。好，既然咱们把红枣不能直接补血的真相彻底揭开了，也把它的正确定位弄清楚了，那么如果咱们或者家里的老人、孩子真的出现了缺铁性贫血，或者想要日常高效的补铁预防贫血，到底该怎么做呢？接下来就是咱们今天的重头戏，正确方案与实操指南。咱们先重申一下缺铁的危害，千万别觉得贫血就是脸色白点，偶尔头晕一下，扛一扛就过去了。长期缺铁性贫血会导致身体各个器官长期处于缺氧状态。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心脏为了把有限的氧气送到全身，就必须拼命跳动，这会极大地加重心脏负担，甚至引发贫血性心脏病。对于大脑，缺氧会导致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甚至增加认知障碍的风险。对于免疫系统，缺铁会让抵抗力直线下降，动不动就感冒感染。所以补铁是实打实的健康刚需。真正高效的补铁方案，咱们总结为补铁3剑客，这3样东西才是您餐桌上的主力军。第一剑客，红肉，也就是猪肉、牛肉、羊肉的瘦肉部分。红肉是咱们日常饮食中最容易获取，也最安全的补铁来源。
建议每天都能吃一点，大概一个鸡蛋大小的量，也就是50克左右。注意，一定要是瘦肉，肥肉里全是脂肪，铁含量极低。第二，剑客，动物肝脏，比如猪肝、鸡肝、鸭肝，肝脏是动物体内的储铁库，铁含量极高，而且全是好吸收的血红素铁，它是补铁的特种兵。但肝脏也是解毒器官，胆固醇和维生素 A 含量也高，所以不能天天吃，建议每周吃1到2次，每次吃1两，也就是50克左右，这就足够满足身体对铁的特殊需求了。第三，剑客，动物血，比如鸭血、猪血，这是补铁的性价比之王。动物血的铁含量不仅高，吸收率好，而且脂肪含量极低，热量也低。对于怕胖、怕血脂高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动物血是完美的补铁食材。每周吃个1、2次，做个菠菜猪血汤或者韭菜炒鸭血，既美味又健康。这里提醒一句，买动物血一定要去正规菜市场或超市买有检疫标志的，千万别买路边摊来历不明的假鸭血。有了这3剑客作为主力，咱们还得讲究战术配合，这就引出了补铁的黄金搭档和禁忌对手。先说黄金搭档，维生素 C。维生素 C 是补铁的超级助推器，它能在肠道内将难以吸收的3价铁还原成容易吸收的2价铁，还能和铁形成可溶性的络合物，让植物性食物中的非血红素铁吸收率翻倍甚至翻几倍。所以在吃补铁食物的同时，一定要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水果，比如炒猪肝的时候配上青椒、甜椒，吃瘦肉的时候搭配西兰花、西红柿，饭后吃几颗草莓、猕猴桃或者半个橙子，这比您单吃红枣管用1万倍。再说禁忌对手，茶、咖啡和高钙食物，这3样是补铁绊脚石。茶叶和咖啡里含有大量的长酸和多酚类物质，它们会和铁离子紧紧结合，形成不溶性的沉淀，直接让铁元素穿肠而过。所以吃饭的时候，尤其是吃补铁大餐的时候，千万别喝浓茶和咖啡，最好喝白开水或者清淡的柠檬水。如果要喝茶，请在饭后隔开2个小时。另外，钙和铁在肠道内会竞争同一个吸收通道，高钙食物如大量的牛奶、钙片会抑制铁的吸收，所以吃补铁药或者吃富含铁的食物时，尽量不要和牛奶同服，钙片也最好错开时间吃。讲完了真正的补铁方案，咱们最后再回到红枣。既然红枣不能补铁，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红枣是不是就完全没用了？当然不是。文章开头咱们说了，真正适合中老年的吃法其实只有这一种，把红枣当成健脾和调味的辅助食材，而不是补血的药。具体怎么吃呢？我给大家几个实操建议。第一，煮粥或炖汤时放2、3颗去核的红枣，利用它的天然甜味代替糖，同时中医认为去核不容易上火。第二，对于牙口不好、胃肠功能弱的老年人，不要直接啃干红枣，可以把红枣蒸熟了吃，或者在打豆浆、打米糊的时候扔进去2颗一起打碎，这样不仅破坏了粗糙的枣皮，减轻了肠胃负担，还让营养更容易释放。第三，控制总量，不管怎么吃，每天控制在3到5颗，把它当成健康饮食的点缀，而不是填饱肚子的主食。最后，作为健康科普，我必须给大家做一个专业的兜底提醒：食补永远只是预防和辅助。如果您或者家人出现了明显的头晕、乏力、心慌、面色苍白，或者在体检中发现血常规里的血红蛋白指标低于正常值，确诊为贫血，这时候千万别在家里盲目的猛吃红枣，也别指望光吃猪肝就能治好，您必须立刻去医院的血液科或者普通内科就诊。因为贫血的原因非常复杂，除了缺铁，还可能是缺乏维生素 B12 叶酸，甚至是消化道隐血，比如胃溃疡出血、肠道肿瘤出血导致的。医生会通过详细的检查找出贫血的真正根源，并开具专业的铁剂或其他药物，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医学干预，定期复查指标，这才是最科学、最安全、最负责任的做法。记住，
专业的医学诊断才是咱们守护健康的最大底气。好了，关于红枣补血的真相以及真正科学的补铁指南，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里。希望这期内容能帮您拨开迷雾，不再被传统的误区所误导，把红枣放在它该在的位置上，把补铁的任务交给真正的3剑客。祝您和您的家人吃得明白，吃得健康，气血充盈，活力满满。咱们下期再见。